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重口味频道。延续前2期的台湾鲷西式和中式做法，今天我们用剩下的鱼骨来做一道美味的鱼汤面线。先将鱼骨剁成小块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前2期视频。台湾鲷是台湾本地常见的经济鱼种，台湾鲷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更有许多的营养价值。每100克的台湾鲷肉含有约19克的蛋白质，且富含鱼类胶质。我们准备2株青葱。1株切成葱花，1株切成葱段，待会会用葱段来爆香。台湾鲷不止在饮食上提供营养价值，其经济贡献也不容忽视。台湾鲷其实是无锅鱼的改良品种，养殖业者透过引进海水改变无锅鱼的生长环境，来达到鱼肉品质的提升，进而赋予这台湾鲷名称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/4颗洋葱，并将其切片。洋葱也是待会用来爆香的材料之一。洋葱不仅可以为菜色增添香气，用它来熬汤也可以增加汤头的甜度。我们再准备1小块姜，并将它切成片。我们需要用它来去除鱼类的腥味。这些材料准备好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熬汤。先倒入少许橄榄油，润一下锅后，再将切好后的鱼骨放进来。先将鱼骨煎一下，这么做可以让鱼汤的香气更足，同时鱼汤看起来也会有浓稠感。待鱼骨表面煎至微焦后，这时我们再将洋葱、葱段和姜片一同放进来爆香。台湾鲷是无锅鱼的改良品种，无锅鱼又名罗非鱼、非洲鲫、福寿鱼、南洋鲫，原指以莫桑比克的口夫飞鲫属鱼类物种。莫桑比克口夫飞鲫，学名 Oreochromis mozambicus， 现为磁鲷科飞鲫属及口夫飞鲫属等，属数种鱼类的共同俗称，而不是所有罗非鱼族都适用此名。根据台湾水产史料记载，无锅鱼在台湾是由2位吴姓及郭姓人士引进，2人由1946年从新加坡返台时将其引进，后来便以2人的姓氏来作为此鱼种的本地化名称。此种鱼类由于在各地方的引进时间和地点不同，所以各国都有当地的个别命名。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华人超市中也常可看到它的身影。待材料爆炒出香味后，这时我们便可以加3000cc 的水进来。重口味频道不只分享美食制作，同时也会分享开餐馆的经验。如果您正在筹划开始经营一家餐厅，那么本频道将会为您节省不必要开支和少走弯路。频道的经验分享都是有顺序的，所以邀请您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内容。希望我的频道能帮到你。再来，我们加入些许煎鱼片和油葱酥。台湾称这种煎鱼片为柴鱼片，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称呼这种材料？各位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告诉我还有哪些名称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些许香菜，并将它切碎，最后会将它放在汤面上来增加香气。接下来我们额外烧1锅水，用来烫熟面线。水中加入1茶匙盐，加盐的目的是抑制淀粉糊化，来降低面条粘度，借此能让面条的口感更有弹性些。待面条烫熟后，将其捞出。我们为了使鱼汤的口感更丰富些，我们可以炒1颗鸡蛋来增添鱼汤的层次。
待鸡蛋炒至表面有点焦黄后，我们就可以将鱼汤加进来。用滤网过滤一下鱼汤。再来，我们加点盐、胡椒粉和糖来调味。稍微搅和一下，试下味道，然后就可以将鱼汤加进来面线里。鱼汤熬制成这样的乳白色，每一口都会让您有在大海里翻腾的感动。如果这期视频有为您带来收获，请为我点个赞，并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您的支持将是我最大的鼓励。再来，我们再将切好的葱花、香菜放上来。一道简单美味又健康的鱼汤面线，再搭配上凉拌小菜，加点辣椒，这就是平凡中的感动。